只是做梦打了张彩票，下一秒却被200万直接砸醒。不仅购买了高端手表和名牌包包，还全款拿下了一辆劳斯莱斯魅影，甚至还有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浪漫城堡。你刚醒来就听到一道机械音在你的脑海中响起：滴，神豪系统随便花为您服务，为您发布新手任务，请宿主在2个小时内花完200万元。你起身发现包包里确实多了一张消费专属黑金卡，宿主还有1个小时50分钟，超时未完成任务将爆体而亡。而此时你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你慌忙地跑向了公司大楼对面的景盛商场。景盛商场是地京人流量最大的一家大型高端商场，身上没有上百万那都不敢走进去的。现在为了试试这个所谓的随便花神豪系统给的黑卡能不能刷，你第一次走进了这里。你首先去了5层，第一个进去的就是蒂芙尼。你今天的这一身行头，最值钱的就是手上没有超过4000块的手机，身上的衣服都是在某宝上货比3家买的，全身上下不超过500块。SA 一眼就判断出你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，所以你在店里逛了许久，店员都懒得搭理你。你好，麻烦帮我拿一下这个。你招呼离自己最近的一名柜姐，指着柜台里展示的 T 系列微笑项链。那名柜姐看了你一眼，转头朝着角落里站着的一个女生招了招手：小梅，你来给这位客人拿一下项链。客人您好，我是小梅，请问您贵姓？免贵姓云，这个微笑项链你拿给我看看。好的，云小姐，您需要试戴吗？虽然心里觉得你应该是买不起的，但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，小梅还是服务的很周到。不用，还有这个微笑耳环、方形手镯，都帮我包起来吧。小梅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你竟然连试都不试，直接让她包起来。虽然几样都不算贵，但是她一个实习生，几万块的单子提成，对她来说也非常可观了。好的，您还有什么需要吗？这个也包起来吧。你指着的是一款 T 系列 T1 镶钻宽式手镯，售价32万2000元。小梅很是惊讶，万没想到，看着平平无奇的云小姐，竟然是一位隐藏白富美。好的，是一身地摊货，还想买30万的手镯，怕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刚才拒绝了你，让小梅招待你的那个柜姐，听到你要买32万的手镯，鄙夷的小声嘀咕，声音虽然小，不过你听到了。一旁的小梅拿手镯的手也顿了一下，觉得尴尬极了。包起来，刷卡吧。你没有看那名柜姐是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？刷卡见真章。你把随便花给的黑金卡递给小梅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那名拒绝你的 SA 依旧坚持己见。小梅啊，你这个眼力还得再练练。言外之意就是你在打肿脸充胖子。你没有搭理他，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确认这张卡是不是真的能用。那道声音说的消费任务是真是假？你也不想浪费时间，麻烦快点，我赶时间。好的，马上给您结账。小梅把自己打包好的3个购物袋放到收银台上，然后把你的卡递给收银员小丽结账。女士您好，您一共消费35万6750元，请您输入密码，密码918888。随便花的声音在你的脑海中响起，你的动作没有停顿，镇定的输入918888。很快，收银员的电脑页面就出现了付款成功的页面 ，POS 机自动吐出了一张小票，收银机也出了小票。怎么可能？刚才嘲讽你的那名柜姐看到真的付款成功，满眼的不敢置信。这些业绩本来应该是属于她的，不行，她不能就这么把本该属于她的业绩拱手让人。于是她换了一副嘴脸，朝着你笑得谄媚。云小姐你好，小梅只是一个实习生，还没有资格给客人开单子，这一单还是由我来给您开，都已经付好款了，还想抢业绩，是不是觉得他傻？李娜，店长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，呵斥了李娜。女士您好，我是店长周玲，店内员工培训不到位，给您造成麻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店里给您的补偿，一点小东西，还请您收下。周玲手上拿着的是蒂芙尼的包装袋 Elsa Peretti 系列 Open Heart 项链，售价12200元，东西就不用了。不过我这一单希望不要出现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虽然小梅一开始也没有来招待你，但是后来好歹挺耐心的给你介绍，当了一个合格的导购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。此时距离2个小时结束还有1个小时，你马上离开了蒂凡尼，踏进了第2家店爱马仕。大概是你手上拎着蒂芙尼的包装袋，柜姐虽然不热情，但是不至于没有人理。您好，请问女士有什么需要？你们现在包包有货吗？这个需要查一下库存，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店里其他的商品。虽然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你知道这是爱马仕的配货流程，想买包就得在他们店里先买其他的。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了，你也不挑，能不能买到包以后再说，先扫货。小马吊坠买，福袋吊坠买，拖鞋买，垃圾桶买。不知道你拿了多少，反正最后柜姐手上都拿不下了，才终于停止。算多少钱？您好，这边一共56万3000元，您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柜姐带着你来到收银台，付款成功后才微笑着对你说道：刚刚我查了一下库存，发现还有一只米色39的 Herbag， 您要吗？行，你帮我打包吧，直接刷卡，没时间了。你也不打算浪费这个时间去看包了，直接让柜姐帮你包起来。柜姐笑容满面，好的，小邱，帮客人结账，又花出去3万2050元，但是你的消费任务还差104万8200元。于是你匆忙跑进了对面的伯爵表店。女士您好，欢迎光临伯爵。你点点头，就开始扫视店里的手表，最终定格在了2枚手表上。第一枚 Piaget 伯爵 Limelight Gala 系列镶钻腕表女士手表，限量50枚，售价59万5000元。第2枚 Piaget 伯爵 Altiplano 至臻超薄 18K 白金机械腕表手表，售价44万1000元，合计103万6000元。距离你的消费任务还有1万2200元，这2枚帮我包起来。刷卡。你快速选好手表，拿出银行卡要结账的举动，给柜姐都给弄懵了。不过毕竟是接待过不少奇葩客人的老柜姐了，反应能力很快。好的，然后动作麻利的开始给你把2枚手表包起来，然后带着你到收银台结账。从进店到结账，你只花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。你这豪气的付款风格，给店里还在看表的其他客人都给看愣了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低调的吗？穿着不到500的衣服，买100万的表，你可不管其他人怎么看。你买完手表后，就直奔1楼的莲花牌手机
机店，自己补了799，买了最新款非凡大师旗舰手机，200万消费任务完美完成。新手任务2个小时内花完200万元已完成，触发2倍返利，400万元已发放至宿主名下储蓄卡。新宇华府独栋别墅区1号别墅所有权，相关证件已放入系统背包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你直接呆愣在了原地，这是让你花了200万，又送了你400万加1栋房子。这小说照进现实的系统这么大方的，花了200万返还400万，可不就是随便花，还越花越多。有了别墅，当然是要搬家了。喝完芒果冰沙，你直接打车去了新宇华府。你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，用包包作为掩饰，从系统背包里拿出小区门禁卡，刷卡进去小区，然后走到门卫处。你好，我是别墅区1号别墅的房主，第一次来这边，麻烦你和我说一下怎么走吧。原来是1号别墅的房主啊，您直接走主干道，看到的第1栋楼就是了，很好认的。1号别墅坐落在整个新宇华府正中间位置，属于新宇华府的楼王别墅，从开盘就卖出去了，但是房主一直都没有出现，没想到今天就这么猝不及防的出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门卫用对讲机叫来了一辆巡逻车，载着你到了1号别墅。下车后，你和巡逻人员道谢，等人走后才输入密码进入别墅大门。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华国装修风格，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主楼别墅的占地面积有1200平，一共3层，后面还有一个小别墅，初步估计占地面积500平，加上前后的草坪花园，还有地下车库。按照地京的房价来说，没有几个亿根本拿不下。你现在也算是在地京的有房一族了。你是自己租的1房1厅，房东奶奶看你刚毕业又是女孩子，只收了你2000块1个月的房租，在寸土寸金的地京，2000块的1房1厅，简直是遇到了活菩萨。你对房东奶奶是很感激的，虽然你准备搬走了，但是你以后还是会来看房东奶奶的。房子在2楼，没走几步就到了。回到家，你开始收拾东西，你才把东西翻出来，就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。这个时候会有谁来找？你眉心微蹙，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但是门外的敲门声好像他不开就不善罢甘休似的，隔一会儿就敲3下。你打开房门，就看见一个长相还算帅气的男子。我是夏之云，是夏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听说云小姐是孤儿出身，你皱眉，是不是孤儿跟她有什么关系？有话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我怀疑你是我的亲妹妹，所以能不能请你配合我做一下亲子鉴定？夏之云的话成功让你抬头正眼看向他。都过去21年了，没有必要吧？你从有记忆开始就是在孤儿院生活的，小的时候渴望父母可以找到自己，后来你就不期待了。我知道你一直在给自己孤儿院捐款，每个月不低于2000块钱，但是这样一来你的生活也变得非常拮据，一个月加上房租水电，根本剩不下多少。夏家是地京排得上名的豪门世家，如果亲子鉴定证明你是我的亲妹妹，那么你就是夏家的千金，每个月的零花钱就足够你支撑孤儿院的所有开销。这样你也觉得没有必要吗？你为什么会怀疑我是你的亲妹妹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有这样的怀疑的。我妹妹是现在在夏家生活的妹妹，出车祸需要献血，结果夏之云不说你也知道，不就是因为要献血，结果血型不对，然后一验发现竟然没有血缘关系呗。狗血的豪门狸猫换太子剧情竟然让你碰上了，精彩呀！然后你就查到我身上了。夏之云点头，我可以配合你去做亲子鉴定，不过我事先声明，我并不想回夏家。听到你愿意配合做亲子鉴定，夏之云眼睛亮了起来，只要愿意做亲子鉴定就行，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。什么时候做亲子鉴定？我看一下我的时间，周一到周五不行，我要上班。虽然你卡里有钱了，但你现在的公司氛围还算可以，你目前并不打算辞职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现在就可以，晚上我送你回来也行。去哪个医院？夏氏旗下的康德医院。康德医院就是那个收费贼贵的私人医院，听说最好的 VIP 病房一个晚上10万块呢。不过既然是他请你做亲子鉴定，应该不至于让你掏钱，你就没有说话了。一直到康德医院门口，两人才终于打破这个沉默。到了，你自己下车，看到这装修富丽堂皇的医院，感慨不愧是豪门世家的医院，这装修看着都比公立医院豪华很多。做亲子鉴定的人夏之云早就安排好了。两人一进医院，就有一个穿着白大褂、戴着医用口罩的医生走了过来。走吧，去鉴定科室。鉴定科室，夏父夏真光已经在等着了。看到你的时候，夏真光的眼睛闪过一抹震惊。你和老太太太像了。你好，我是夏真光，是你的叔叔好。你用3个字就把夏真光后面的话都堵得干干净净。DNA 鉴定可以用血液、毛发和口腔黏膜细胞来鉴定，你们选哪一种？毛发鉴定要现拔吗？你不想被抽血，更不想被捅喉咙，所以你选择拔头发。医生的动作很熟练，没多久就拔好了头发，放置好样本后才开口。鉴定结果最快半个小时，你们稍等。好了，你说的配合做亲子鉴定我已经配合了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你现在只想回家，扑到自己的床上睡个昏天黑地。夏真光看着你离开的背影，想说什么，但是被夏之云拦住了。爸，紫金她对我们还有些隔阂，您就当她是小孩子心性，等亲子鉴定出来再说。在夏之云看来，只要亲子鉴定确认你是夏家的孩子，那你早晚会回夏家的，毕竟夏家能给你的是你一辈子都挣不来的资源。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妈妈和你妹妹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你离开康德医院后，直接打车回了出租房。你给房东奶奶打了电话，说明了自己攒钱买了房子，这个月会陆陆续续把东西搬走，下个月开始就不续租了。房东奶奶虽然可惜，但是也非常真诚的祝愿你以后事业有成，事事顺意。因为第2天还要上班，你早早的洗漱睡觉，请宿主在今晚0点整之前花完400万元。早上6点，你被随便花的声音吵醒，看到今天的消费任务增加到了400万，你只觉得整个人都麻了。吃完早餐，你乘坐地铁来到了公司，刚坐到自己的工位上，公司总经理就出现在了部门门口。云子金，到我办公室一趟。你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抬手敲门，请进。打开门，就看到了坐在总经理办公室沙发上的夏之云。总经理并不在，不用想就知道是夏之云借总经理之名叫你过来的。夏总真是手段通天啊，不止找到你的住处，还找到你工作的地方。他想干什么？既然能找到你，当然是做过调查的，这是结果，你看看吧。你知道里面是你和夏真光的 DNA 亲子鉴定书。拿起桌上的文件袋，打开里面的东西，很快就看到父女血缘关系可能性是99.99%。结果我知道了，
但是我也说过我不想回夏家，对我来说现在的生活挺好的。你们的出现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你是我妹妹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夏家的血脉是断不能流落在外的。我就当你还没有适应新的身份。1周之后，希望你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乖乖的跟我回夏家。夏之云没有给你拒绝的机会，说完就离开了总经理的办公室，只留下你一个人在原地站着。那个小云，你回神，看到总经理已经回了办公室，突然有些囧。不好意思，总经理，我刚刚走神了，我这就走。你快步离开总经理的办公室，回到自己的工位。熬到下班之后，你就直奔公司对面的景盛商场。不过你没有去奢侈品楼层，而是去了12层美食城。买之前，当然是要先犒劳自己的胃了。兜里有钱，走路都自信了许多。最终选择了一家装修看着就非常温馨的中餐厅。上菜后还是老规矩，朋友圈先吃。你拍了一组照片，确定够发9宫格后才放下手机，开始干饭。你吃完火锅就直奔奢侈品楼层。你昨天买了蒂芙尼和爱马仕的饰品和包包，今天决定从第3家开始逛。第3家是卡地亚。你从很多同事的口中有了解过一点这个品牌，一如既往的低调。你只带了一只3000块的爱马仕白青色伊米手镯。您好，女士，我是卡地亚专柜小青，欢迎您的光临。你点点头，没有让他介绍，而是自己看。这个包包看着还可以的样子，我看看。你指着角落展柜里的 Panver 超小号链条手袋，小牛皮镀金镀把饰面手提包。你比较喜欢设计简约大方的，不喜欢有大 logo。这款看着就不错，您眼光真好。这是立面小牛皮的迷你小包，链条可以拆卸，设计灵感汲取自猎豹，打造柔美隽永的皮具用品，延续经典，精巧百搭，适合各种场合。您背着也非常好看，很适合您，包起来吧。还有这个手镯也给我拿一个。除了包包，你还看中了一款 Love 系列玫瑰金镶钻手镯，售价44万5千元，加上包包9350元，合计45万4350元。卡地亚逛完了，你又去了香奈儿。香奈儿近期的成衣套装你不是很喜欢，不过你看中了店里的金球方胖子，你运气好，店里还剩下最后一只，被你拿下了。最后你又买了一套邂逅香水。你在香奈儿店里消费5万1960元，不过这个花钱速度你不是很满意。想到昨天2只表就花了100万，你又把主意打到了奢侈品表店上。富婆的宗旨就是要雨露均沾。你最后进了江诗丹顿，你的战绩在整个景盛商场的奢侈品楼层已经传开了。江诗丹顿的店员们一看到你进店，只要手头没客人的，纷纷围了上来。女士您好，这是我们品牌10女神系列月相珠宝机械女表8016，通体满坠1377颗华美钻石，腕表搭载充满诗意的精密月相显示功能，同心同轴偏心圆设计，来自江诗丹顿历史表款设计中的传承。你其实不太想听这些，只要自己觉得好看就行。不过还是等他讲完你才点头。包起来吧。好的，这位云小姐真的是他接待过的所有客人当中最爽快的了。昨天已经买了2块表了，今天又拿了1块，你就不想再买手表了？结了账就离开了江诗丹顿。又想起来你的护肤品好像见底了，你开始在商场里找护肤品，但是到现在消费任务还是差100多万。你第2次踏进爱马仕，接待你的还是上次那一名柜姐。云小姐，欢迎您的再次光临。我这次的目标是 Kelly 大象灰，你知道的吧？知道，我先让人去看看有没有货，您可以先看看其他的。你当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于是开始在店里扫货。Passpholia 1号餐盘买，爱马仕马术障碍赛马克杯3件套买，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套装买，反正只要是看着还行的，你都让徐晴包起来。反正有送货上门服务。你刚结束扫货，手机就响了，低头一看是陌生号码，你下意识就拒接了。现在的电信诈骗那么多，陌生电话还是不要接的好。云女士，刚刚仓管联系我，Kelly 大象灰刚好有1只，我给您包起来。你点点头，很快刷卡成功，消费任务0点之前花完400万元已完成，任务奖励触发3倍返利，1200万元已发放至宿主名下储蓄卡，顶丝大厦所有权，相关证件已放入系统背包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你迫不及待的想要看证件了，快速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让司机送你到新宇华府。刚上车，又有人给你打电话过来了，看号码，还是刚刚被你挂断的那一个。你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接了。喂，是我，夏之云。听到是夏之云，你下意识皱眉，找我什么事？娇娇醒过来了，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他不是夏家千金这件事，一直心神不宁的。你现在有空吗？到康德医院一趟。虽然夏之云问了你有没有空，但是你能够听出来他的语气是带着命令的。你皱眉，对夏之云的印象又降低了许多。没空，你又不是夏家养大的，凭什么夏娇娇心情不好你就得过去？你直接挂了电话，顺便把夏之云拉进了黑名单。康德医院，夏娇娇的病房门外，夏之云听着电话中的甜美女声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他这是被你拉进黑名单了。怎么样？他什么时候到？夏真光也在病房门外，他不过来，刚刚已经把我电话拉黑了。这个结果他是没有想到的。电话打得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能过来？张怡晴从病房里出来，脸色不太好，说话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。他拒绝了。为什么不来？你这个哥哥都亲自打电话请他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张怡晴对素未谋面的亲女儿实在是提不起多少感情，听到儿子被拒绝，对你的印象更是差到了极点。夏之云没有说话了，反正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他总不可能去把你绑过来吧。另一边，你坐出租车回到新宇华府，爱马仕的工作人员也把你今天在爱马仕买的东西送到了新宇华府。等爱马仕的工作人员都离开后，你才终于有空打开了系统背包，看到了系统背包里的产权证书。不知道系统是怎么操作的？系统背包里除了顶丝大厦每个办公间的产权证书，还有整个顶丝大厦的产权证书，还有建立顶丝大厦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和一些相关资料等等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随便花做不到的。看完了产权证书，你重新把它们都收回了系统背包。任务发布，请宿主在今晚0点整之前花完600万元，要求在地精任仪器博城完成消费任务。任务奖励待解锁。早上6点，你再次被随便花发布任务的声音吵醒。看到今天的消费任务，你眼神一黑。地精气博城哪个不是在郊区的地方？你想要完成今天的消费任务，今天只能请假了。但是你前天才请了1天假，今天再请的话，主管恐怕就
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先不管了，上午去上班，下午再看看情况。你从床上起来，快速刷牙、洗脸、护肤、换衣服，因为今天住的是星宇华府，你打车去顶斯大厦。好在你起得早，车到顶斯大厦的时候还有半个小时才上班。你慢悠悠的走到朝着员工电梯走，云小姐，你才走进大厦前台大厅，就听到一道声音非常激动的叫着，并且脚步声越来越近。这不是顶斯大厦的物业总经理许元富吗？云小姐，许元富挺着他快要3个月的肚子，笨重的朝你跑过来。你眨了眨眼睛，突然想起来，现在你是顶斯大厦唯一的业主了，这就能解释许元富为什么会来找你了。在许元富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，你连忙朝着许元富做了个虚的动作。许总早上好啊，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许元富能够做到物业经理的位置，察言观色是必备技能，秒懂你的意图，这是不想暴露身份吗？有钱人的低调小游戏，他懂，就是我那小侄女补课的事情。上次找云小姐帮忙问有没有同学想接家教的活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给了许元富一个上道的眼神。啊，有的，许总加我一个微信，我把学弟学妹的微信推给你，你调出自己添加好友的2维码，递给许元富。许元富从善如流的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用打开微信扫码添加好友。许总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微信上说。好的好的，许元富当然知道要怎么做，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去上班了。聊这么一会儿天，10分钟就过去了，再不走你打卡要迟到了。您忙，不用管我。你走进员工电梯，很快来到20层，进入公司办公区域，一路上遇到人都礼貌问好，很快来到自己的工位。紫金来了，前辈桑影熟忍的和你打招呼。桑姐早上好啊，你刚坐下就收到了许元富发过来的顶斯大厦的季度财务报表，还有大厦的租户公司名字清单，上面还备注了某些搞特殊的租户，比如租金优惠、推迟交租日期等等。不过那都是他们和原业主之间的交情了，在你这里当然是行不通的。你很快就针对这个问题给许元富发了消息，这个月交第3季度租金的时候，务必按照合同上面的租金按期交租，拒不配合的，你有权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，重新找租户。你已经进入了工作模式，直到上午快下班的时候，你拿着写好的请假条进入了主管办公室。小云啊，你这几天请假有点频繁了，总是请假。上面领导问起来，我不好说的。主管看着你的请假条有些为难，前天就给你批了1天，隔了1天又要请半天，有什么事情要请假这么频繁的？主管，我真的是有事情，您不批的话，那我只能提出离职了。你满脸认真，你是真的考虑过的，毕竟工作带给你的效益远远没有做系统任务得到的多。你认真的？主管发现你并没有在开玩笑，你是真的有想要辞职的准备的。我非常认真，行吧，那这次我就先给你批了。离职的事情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，咱们公司薪资待遇在业内也算可以的了，你要是辞了，以后可不一定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。主管给你签了请假条，不过一边签字还一边劝说你，谢谢主管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你接过请假条，没有再多说什么就出了主管的办公室。你从顶斯大厦离开，就打车来到了帝京南郊汽博城。你是一个人来的，初步判断应该是自己买车，全身上下除了手上的镯子没有任何大品牌，镯子真假待定，看到出是第一次来，但是脸上没有怯懦，应该是有备而来。综上所述，是意向客户但不是大单，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，很快就有销售过来了。您好，我是大众品牌 4S 店的销售李琦，想看什么车？大众这个牌子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贵的车，不好意思，我暂时没有购入大众汽车的打算。大众品牌主打的是亲民，但是你今天想要的是能帮你把600万全部花完的车，而不是随便买一辆20万内的小代步车。这样啊，那您方便说一下预算吗？我给您推荐一个品牌，600万吧。好的，600万。您说您的预算是600万？李琦原本以为你的预算最多也就20万，只是不喜欢大众这个品牌而已。他有600万，他也不买大众了。你点头给了李琦肯定的回答。那个。您稍等，我马上叫人过来给您介绍。您有比较中意的品牌吗？因为销售们不能跨品牌销售，这一单李琦只能转介绍。李琦已经在销售群里所有人了，600万的大单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销售群里很快就有人回应了，没多久就从劳斯莱斯 4S 店里走出来一名销售，看着年纪不大，李哥。李琦看着来人就知道他是被其他销售推出来的，因为不相信他介绍的客人真的有实力买车，但是又不想错过，只能推了一个实习生出来，万一真的成交了，他们说不定还能抢单。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实习生在店里基本没有开单权的。云小姐，这是劳斯莱斯品牌的销售胡意，您的预算买劳斯莱斯也有不少好的车型可以挑选的，你对车的牌子并不是很在意，反正只要能让你花完600万比什么都强。走吧，去看看。您这边请。您有什么比较偏好的车型吗？咱们品牌的车型比较偏向商务型，虽然性能上可以和跑车媲美，但是车型几乎都是偏向商务型的。你给我推荐一下吧。刚刚李琦已经和你说过了，我的预算是600万哦，你给我推荐几款看看。你对这些豪车是真的不了解。好的，不知道您对 SUV 感不感兴趣？这款库里南价格还算合适，虽然可能超出了那么一点，但是对您来说应该是小问题。胡毅一边说着，一边带着你来到库里南的展车旁边。您需要试车的话，我这边也可以帮您申请。有没有小一点的车型？不可否认，库里南的确是很多男生都会喜欢的车型，但是你自己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必要买这么大的，小一点的。那您看看这款魅影，您喜不喜欢？不过这辆车只有2个座位，价格也相对低一些。胡毅又带着你来到了魅影的展车旁边，黑色的车身，流畅的线条，一下子就吸引了你的目光。接待了那么多客人，胡毅对客人的微表情分析还是有点经验的。他知道这款魅影算是介绍对了。这辆车落地价多少？我要是签购车合同的话，多久能拿到车？车牌、保险那些，你们包办吗？在帝京买车，车牌摇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如果 4S 店能帮忙统一办好的话，你可以省下不少事情。落地价需要根据您选择的配置决定，所有手续我们都是可以包办的。车的话，我们是按照订单生产的，最短可能需要半个月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听到胡毅的话，你点头，也行，给我订一辆全款。你的爽快令胡毅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。
好的，我去准备合同，您在这边稍作休息。胡毅带着你来到店里给客人休息的沙发上，还给你倒了一杯温水，然后才着急忙慌的去准备合同。您好，我是咱们店里的王牌销售王健，刚刚接待您的小胡现在有事走不开，让我过来接待您。你拿起桌面上的温水抿了一口，你帮他接待，那这一单开了，业绩算谁的呀？这么拙劣的抢单手段，你一眼就识破了。这个小胡因为个人原因没办法接待您，所造成的后果当然是由小胡个人承担了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在场的人都知道答案。没关系，我不着急，等一会儿也可以的。这些销售不见兔子不撒鹰，见着肉了来的比谁都快。别人怎么处理你不管，但是你就不乐意给这样的人提供业绩。当然，您愿意等，这是小胡的荣幸。但是作为本店的服务人员，我最不能看到的就是让客户等待了。合同我都准备好了，您看。王健从他手上拿着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合同，就要递给你，你没有接，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王健。王健被你看得有些头皮发麻，但是为了业绩，他还是想拼一把。您看看，我作为老员工，能给您的折扣也比小胡的多一些。直接递合同没用，那就改变策略。他就不信，还有人放着折扣不要的，好几百万的价格，就算只有0.1的折扣，也能便宜不少。换个人可能就答应了，但是谁让他遇到的是只想花钱不想要折扣的你呢？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良久，胡毅终于带着合同跑着回来了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满头大汗的。云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经理找我聊了一下工作的事情，让您久等了。胡毅有些不好意思，主要是领导叫，他也不能拒绝。不过看到你旁边站着的王健的时候，胡毅的脸色有点不太好。王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虽然这么问了，但是两人对王健会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心知肚明。呵呵，这不是看云小姐在这里等太久了，过来帮你招待一下。既然你回来了，我就不在这里碍眼了。你们聊，因为知道你不会成为自己的客户。王健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合同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就签字吧。签完合同我还有事儿。你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一支签字笔，在合同的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盖上10指手印。签完合同，胡毅带着你到收银台结账，落地价550万元，距离今天的600万目标还差50万。我还想订一辆50万左右的车，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您是说您还想订一辆车？胡毅没想到，刚花了550万的你还要再订一辆车。虽然这个价格一下往下跌了10倍，但是这对于他们来说也很多了。对，适合女孩子开的。那我推荐您去保时捷，他们家有好那几款车型，都挺适合女孩子的。其中有一款冰美粉，价格不到100万，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的。听到这个，你眼睛一亮，我去看看。你随意的把刚才价值550万的合同折好，放进自己的包包里，然后迈步离开劳斯莱斯 4S 店，朝着保时捷 4S 店走了过去。你刚才在劳斯莱斯店订了一辆劳斯莱斯魅影的事情，胡毅已经在销售群里晒出去了，所以这次你进入保时捷店的时候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。女士您好，我是本店的金牌销售莉莉丝，有什么能够帮助您的？面对大客户，S 说话的声音都甜美了不少。你一进保时捷店，就看到了在众多展车中颜色独出一支的冰美粉，那辆车颜色挺特别的，是什么车？您说的是冰美粉吧？这款车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车之一，很多女孩子都对它情有独钟。您需要试车吗？可以现在为您申请。听到你询问冰美粉 ，SA 就知道今天这一单基本稳了。冰美粉之所以能被广大女孩子喜欢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不用了，这款车你们有现车吗？还是和那边一样要预定才行？您运气好，今天刚到了一辆现车，我们还放出消息呢。您要是要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和经理申请，把这辆车给您。挺好的，你去申请吧。你本来就是想来看看冰美粉的，现在看到真车了，也的确挺喜欢的。好的，您在这边稍等，我马上回来。莉莉丝给你倒了一杯热水，然后快步去找经理。良久，莉莉丝小跑着回来，手上还拿着几份合同。云小姐，经理已经同意把冰美粉卖给您了，这是我刚刚准备的合同，您过目一下。莉莉丝动作麻利的把手上其中一份合同递给你，你接过合同看了看，车牌和保险那些，你们帮办理的吗？这个您放心，我们全权处理的。你这才放心的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上手印。你拿出系统给的黑金卡递给收银员，很快付款成功。消费任务0点之前花完600万元已完成，任务奖励触发4倍消费返利，2400万元已发放至宿主名下储蓄卡。地经南郊汽博城不动产所有权，相关证书已发放至系统背包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听到完成任务的提示音，你张了张嘴巴。系统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大方，因为消费返利，你的银行卡现在存款都快有1个亿了。更不用说，你这个月还有顶斯大厦的租金没有收，要是租金到账，大概就秒变亿万富婆了吧。还有这个汽博城，听系统的意思，你拥有的是整个汽博城的不动产的所有权，也就是说你又有租金可以收了。不想上班的想法在此刻达到了巅峰，办理相关的手续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您看您是在这边等，还是等1个小时之后再过来，或者您留一个联系方式，等手续办理结束，我给您打个电话。莉莉丝笑容甜美，声音也非常甜美的对你说道：没事，我在这里坐着等就行，你去办手续吧。好的，我会尽快的。你坐回刚刚坐的位置，拿出手机消磨时间。不过没等你玩多久，就有人给你打电话过来了，来电显示是陌生电话，你果断挂掉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同一个号码又打了过来，你只能接听。喂，云子金，你人呢？夏之云，又是他，简直是阴魂不散。我在哪里关你什么事？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？你是真搞不懂。既然夏娇娇都因为真假千金的事情心情不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让你回夏家？娇娇因为你的事情晕了过去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愧疚感吗？娇娇还躺在医院里，你怎么还好意思出去花天酒地？你没病吧？夏娇娇晕倒关我什么事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在她面前，这也能怪在我的头上。你怎么不反思一下，为什么你们没有保守住这个秘密，让夏娇娇被刺激到晕倒？是不是你们没给人吃东西，营养不良，贫血晕倒了？那么多
多可以解释的原因，你就非得捆绑到我身上？夏之云，你特么是不是以为我傻，被你劈头盖脸一顿骂？夏之云难得沉默了，他知道你说的是事实，你从头到尾都没在娇娇面前出现过，为什么他会觉得娇娇晕倒是你的错？行了，要是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，那就别说了。挂了，你毫不犹豫地挂掉了电话，顺便拉黑一条龙。不管夏之云能找到多少新号码，反正打一个你拉黑一个。刚挂完电话，就有人在旁边大力的拍手，你下意识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，就看到一个穿着骚包的男生笑眯眯地看着你这个方向。不过你能肯定，这个人你绝对不认识，毕竟这么骚包的男的，如果见过的话，一定会印象深刻的。嘿，我叫盛阳，你叫什么？骚包男见你看向自己，3步并作2步走了过来，坐在了你的对面。